远在91节之前的古老年代啊，有一个名叫做梵天的青年，他俊美无比，世间少有。一天，他随意的在街上漫步，这道路两旁啊都是行人向他投来的羡慕的眼光和连连的赞叹之声。正当自己沉醉在众人的注目之中，心情愉悦之时啊，忽然人们的目光离开了他，看向了另一个方向。视频呢，我们讲的是佛陀弟子当中啊被誉为宿命通第一的女弟子妙贤的故事。释迦牟尼佛的首席弟子大迦叶在出家修行之前呢，有这么一位与他同样志在修行又美若天仙的妻子，名叫做妙贤。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一起生活了12年，却连对方的手指头都没有碰过，可谓是冰清玉洁。大迦叶皈依释迦牟尼佛之后又过了几年，直到佛陀同意建立比丘尼的僧团时呢，才把度日如年的妙贤接了过来，也皈依佛陀的正法，剃度出家了。妙贤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幸运，不过很快他便遇到了一个让自己意想不到的困扰。由于妙贤是美若天仙每当自己出门托钵化缘的时候这街头巷尾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哎呀妈呀，太可惜了，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怎么就出家了呢？谁说不是啊？像她这样年轻貌美，要是不出家肯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没准是受了情伤，想剪断情丝吧。怎么这么想不开呢？等到老了再出家，不也一样吗？总之这世上总有这样的人自己或许并不聪明，可是议论起别人来，那是头头是道，精神头倍儿足。一连几天，面对着别人向自己身上投来的各种异样的眼光，听着各种闲言碎语妙贤哪还心如止水，早就一个头两个大心脏病都快犯了。最后宁愿忍饥挨饿，也没有勇气进城化缘了。很快这事儿被大迦叶知道了。作为妙贤名义上的丈夫和出家学佛的引导者，他觉得自己不能够坐视不管。在得到佛陀的允许之后呢，大迦叶便将自己每天讨回来的饭食分一半给妙贤吃。人群就分是3、6、9等，良莠不齐。僧团中好嚼舌根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看到大迦叶每天与妙贤分享食物就八卦起来，有的比丘尼还在背后嘲讽道：真是想明白没出家时候大迦叶和妙贤共处一室，这12年都能够守身如玉。如今两个人都出了家，反倒更像是飞鸟相随、水火相继的情侣，每天还共享食物呢。得，这么一来，这两个人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那么大迦叶该怎么办呢？虽然说大迦叶对这些个背后的风风英英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想到要激发妙贤更加努力的修行，也想让那些个说三道四的人收起他们的长舌头，少造一点口业，决定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大迦叶来到妙贤面前，态度坚决地说道：我不能和你再分享食物了，你应当依照佛法刻苦修行，争取早日得道。该做的事要抓紧时间快做，不该做的事就要尽快断掉。说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听完这番话，妙贤仿佛被雷击中痛定思痛，决定是全力以赴的精进修行。妙贤夜以继日的自省，对脑海中出现的每一个不好的念头都不放过。就这样，短短1夜之间，竟奇迹般的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从一个被世俗烦扰的普通人一跃成为了一位清净无瑕的圣者。此时妙贤带着全新的自信进城化缘去了，不再理会那些个闲言碎语没想到那些曾经让自己困扰的是非之声，反倒成了修行路上的催化剂，让他更快的开悟了。在妙贤证悟成阿罗汉之后呢，佛本行集经中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描绘，讲述释迦牟尼佛曾向他的弟子们讲述了妙贤前世的一个故事。曾经一位农夫的妻子正挎着一个装满食物的小筐要去田间给自己的丈夫送饭，恰巧经过的路上看到了独觉圣者，也就是当时的辟支佛正在打坐。女子顿时是心生敬意，不觉间凝视了独觉圣者许久。此时早已饥肠辘辘的农夫左等右等也不见妻子的踪影，干脆放下手中的锄头，到妻子来的路上去找她。没想到
竟看到自己的结发妻子正冲着一个沙门目不转睛地看着呢，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误以为妻子和这个沙门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勃然大悟，是大骂起来。独觉圣者见此情景为了解除农夫的误解，避免他造下更大的业障，决定展示自己的神通。于是圣者飞到半空中，展现出各种神奇的变化。农夫看到后恍然大悟，对自己鲁莽的行为后悔万分，羞愧难当，赶忙向圣者不断的道歉。最终这对夫妇发誓要立志修行，消除贪欲和情爱所带来的烦恼。这位农夫与他的妻子正是这一世中的大迦叶和妙贤。他们这一世12年冰清玉洁的生活就来源于前一世的愿望。除了佛陀所讲的故事妙贤也看到了自己在不同前世中的轮回光景。一次妙贤打坐入定，看到自己过去在前生无量劫中的事情，不觉得自嘲般的笑出了声，恰好被这一位比丘尼看到了。等妙贤出定之后便追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笑出了声。另外的500位比丘尼也闻风而动一同的围了过来。妙贤解释说我是因为看到自己过去前世的经历而笑。原来在遥远的91劫前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住世的佛陀是毗婆尸佛，而妙贤在那个时代是一名叫做梵天的青年，他容貌俊美，世间罕见。这一天，梵天在大街上闲逛，享受着人们向他身上投来的注目和爱慕的眼光，仿佛脚下的这条普普通通的街道是专为自己铺设的明星红毯一般。忽然，自己身上所有的目光全都转向了另一边。原来是一位绝色的美人正从对面款款走来，正可谓是貌若惊鸿，仪态万方。梵天当场就愣在了原地，感觉自己瞬间仿佛被潮水般的失落感给淹没了。尽管他不认为自己的美貌逊色于这位美人，但是却被他夺走了大众的关注。他恍然大悟看来大家更喜欢看美丽的女人。于是他带着珍贵的鲜花来到毗婆尸佛的面前，恭敬地献上供养，一连7天7夜，然后在佛前许下一个心愿，愿于此功德回向，令我来世变成女儿身，不论谁见到我都会欢喜爱恋。果不其然，梵天是如愿以偿，此后来到33层天界，转生成为那里最美丽的一位天女。为了得到她的青睐众多的追求者不得不以诗歌竞赛的方式选出优胜者，才有资格和她比翼双飞。1000年过后，天女再次转生到人间，此时她仍旧是一位绝世美人，同样又因为供养另一位佛陀的功德，发了同样的愿望，死后又转生到33层天，成为那里最美的天女。然而再度转生人间的时候可就没有之前那么幸运了。由于更久远宿世的恶业缘故，这一世转生在月光长者的家中做婢女，不仅身份卑微长相也是丑的简直没法看。一天，月光长者的夫人吩咐他，你去街上给我找一位相貌堂堂的沙门来，我要供养。当时毗支佛正在世间游化，正好被这婢女看到。虽然在别人看来毗支佛是一副粗陋的外表，但婢女觉得他气度不凡，于是邀请他到家中供养。夫人一看心情是啪嗒掉到了谷底收起脸上的笑容，冲着婢女不耐烦地说赶快让他离开这儿，这么粗陋的容貌我是不会施舍给他的。婢女一听只好央求道，夫人，如果您不肯给沙门布施请把我今天应得的食物都布施给他了。一听这话，夫人随手将一升细粮扔给了婢女。虽然自己也早已饥肠辘辘，婢女却毫不吝啬地将所有的粮食送给了毗支佛。接受了布施的毗支佛突然褪去了原本粗陋不堪的相貌，显现出法相庄严，飞升到空中，展现出了18种神通变化。婢女见到这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赶忙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发愿道：愿我来世不堕恶道，成为一位美丽出众的女人。毗支佛慈悲地聆听完婢女的愿望，绕着城市的上空飞行了3圈，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巧的是月光长者也在城中的某处，正与这500位富商聚会。看到空中飞行的毗支佛手里面拿着装满食物的钵盂，大家惊讶地议论纷纷。哎呀，不知道城中哪位人家有如此之大的功德，竟然有幸供养毗支佛饭食。在场的每个人恨不得是自己家的人种下这福德。这时候
月光长者的夫人也被眼前的这份奇景给惊呆了。听到了人们议论赞叹，得知自己竟然眼睁睁地错过了胜者，这肠子都快悔青了。于是急忙找来了婢女，问道：“如果今天你给沙门施舍的食物能带来福报，我给你2天的食物，你把这些福分全都给我吧。”婢女笑着说道：“对不起，夫人，我没有办法把这福报转送给你呀。要不我给你4天的食物10天的食物都行啊。”婢女仍旧摇了摇头。夫人又问道：“我给你100枚金币。”婢女摇了摇头，回答：“我不需要。”夫人大声喊道：“我给你1000枚金币。”我仍然不需要。夫人苦苦哀求道：“这样吧，你当夫人，我来做奴婢，让我伺候你，这总该行了吧？”婢女仍旧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也不要成为夫人。”气急败坏的夫人这下是彻底的恼羞成怒，一边跳着脚，一边大声嚷嚷道：“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要狠狠地抽打你，割掉你的耳朵和鼻子，剁掉你的手脚，砍掉你的脑袋。”婢女回答：“我也绝不会把福报给你的，我的身体属于你，但是我的心灵不属于你。”听到这儿，夫人再也按耐不住，对着婢女是拳打脚踢。月光长者回家，正好看到妻子正在上演全武行，便问起了缘由。婢女就把这经过是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听到是自己的婢女供养了壁之佛，月光长者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于是让妻子当了奴婢，而婢女代替了妻子的位置。就这样，梵天一连经过了6位如来佛在世的漫长时光，佛供养，生生在人间天上做女人，直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一世，嫁给了大迦叶，也出了家。回溯了过去种种，妙贤感叹道：“姊妹们，我笑自己太愚痴了。过去前生有幸能遇到6位如来佛，却以无名的虚荣遮蔽了智慧，都只求做女儿身，以致白白的扔掉了许多宝贵的解脱机会。”比丘尼们听完妙贤的故事后就去把这些故事禀告给了佛陀。佛陀听后对比丘尼们说：“你们可曾见过我的任何一个弟子中有谁像妙贤一样能回忆起自己过去前生无数劫前的事情吗？”众人回答：“没有，世尊。”佛陀当场赞誉妙贤道：“比丘们，如来声闻弟子中能誉为宿命第一的弟子，便是妙贤。”宿命通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看到过去或者未来的一种神通。像妙贤那样能够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看到远至91劫之前的多次轮回，可见他功能之强，根基之好。不过就像他的自嘲一样，经历生生世世他的愿望竟然只是想当一个女人。其实在佛家看来，不论男女，生命都是在轮回中不断的造业，然后在迷中吃尽人生之苦。只有修炼返本归真，跳出轮回，才能让生命真正的解脱，获得永恒。好在妙贤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在那一声自嘲的笑声里有沉重，也有终于解脱后的释然和喜悦吧。好，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